Hello，大家好，今天是4月2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关税政策软化引发美股市场短期强劲反弹，但切记这次的反弹其实没有任何的实际上的利好，所以短线多头有赚就跑。昨天美股冲高回落，盘中有明显跳水行为，千万不要再次高位站岗，这里不能再次短线加速上涨，就是反弹高点。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美股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77的视频。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方面讲到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观察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的市场整体方面。相信近期通过学习，那么你会很明确的感受到，当市场出现上涨反弹强势时，很多个股哪怕你随便闭着眼睛买，大部分也能够上涨，也能够赚钱。所以市场的环境观察属于第一部分，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它影响我们的整体决策。从上周六的视频开始，以及周天和周一的直播当中，我们一直有谈到这个位置将产生反弹，而市场是不是如期出现了强势的上涨反弹？如果当时你做空的同学在这个低点没有去获利兑现，没有去了结空单的一个利润，那么后续的反弹将会全部把你的空单利润侵蚀掉，甚至如果晚进场的同学甚至会亏损不少。这也就是在市场分析当中，我们要去重点关注市场的一个方向，而后再决定个股的交易方向，这是一个重中之重。所以第一部分大家一定要认真收听。阿哲依旧会通过稀有长阳30分钟图表以及空间技术的支撑压力来讲解。第二部分我们会讲到个股方面，特斯拉、英伟达、SQQQ 会重点去讲解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技术面分析。而在第3部分，我们会简单用资金、动能2个维度去分析以下的短线个股标的，分别是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皮尔提亚、谷歌、SMCI、亚马逊、台积电等以上个股的一个分析。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阿哲视频，阿哲需要提醒一句，因为阿哲所分析的标的和方向都比较多，所以一般视频的时长会偏长。那么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一个长视频，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开视频底下播放按钮旁边这个3角，阿哲是每期视频都会整理出详细的时间轴，那么点击对应时间轴，您可以快速跳转到最想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些许帮助。而如果您是老同学，已经有了一定的观看的经验，那么希望大家能够从头到尾认真的观看，这样子您会更加明白阿哲当前对于行情的观点。而在讲解稀有长阳之前，我们简单说一下决策阴线。所有的决策阴线其实就是市场上涨当中所出现的假阴线，上涨时出现高开，那么高开幅度越大，并且之后回落出现的这种上涨假阴，效果将越好。如果当天明显放出大量，则效果会更佳。那么决策假阴之前在这一天也出现过，阿哲在出现决策假阴当天是不是也发布了视频告诉大家如何去应对以及它所存在的短线风险？当时的市场在出现跳空高开幅度很大，而后出现了回落，这里是不是在压力区上出现了决策假阴？那么决策假阴在产生之后如何去分辨它的方向？当市场后续收盘跌破决策假阴它的一个实体下沿，也就是今天这根阴线它的收盘价格时，我们认为方向会往下去走，是不是在第2天以一根10日星收盘跌破了？那么后续股价出现向下的反向。那么现在看到这根决策阴线昨天出现，那么你就知道怎么去应对了。我们只需要把它的实体上沿阴线的开盘价、实体下沿阴线的收盘价做一个标记。如果今天市场能够收阳站在阴线的开盘价之上，我们认为这个决策假阴后更加容易倾向延续上涨。而假如今天的收盘价在决策假阴实体下沿收盘之下，那么我们认为方向将如期再次往下选择。不过这一个分辨，这一个判定会相对偏右侧，在日线上去观察即可。我们稍后讲到30分钟图表时，也会看到目前的纳指30分钟怎么样去观察、去分析。同时，在第2部分讲到 SQQQ 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当前出现的这2个缺口所产生的倒型反转缺口，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对待？它是否真的能够发生反转，而后股价向上呢？这一点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评判条件。当下我们先来到第1部分稀有长阳。
因为阿哲前期讲过很多次稀有长阳了，所以今天呢就再次做个简单总结，但不会呢再去反复的强调了。我们讲过很多次了，老同学可能听得也比较厌烦。如果您是新同学，可以观看上期视频阿哲的详细讲解。什么叫做稀有长阳？就是市场出现10%以上的上涨。大家注意，这里呢是指的纳斯达克指数，而背后的图表是纳指近40年来它的一个图表。在最近的40年纳指当中，只出现过4次这种行情，也就是说，这是一个10年难得一见的阳线。那么通过这种阳线，我们可以观察得到一些规律。每次这种阳线出现都是熊市，每一次出现都不是熊市的底部，每一次出现第二天都一定是下跌的，每次出现它的大阳中轴线都会被跌破，每次破位后产生的下影线都有反弹，而最后是新增加的，叫做突破大阳顶才会有行情。我们先看到倒数第二句，就是本次我们把握反弹的关键一个规律。我们看到前期在2000年12月5号的时候，市场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稀有长阳，而价格下跌打破中轴之后，在支撑下出现了长下影线，而后反弹。那么价格在2001年1月3号出现了稀有长阳，在中轴线被跌破之后，也是长下影线，而后出现反弹。而像2008年10月13号出现的稀有长阳，是不是价格跌破大阳线的中轴之后，而且还跌破了最低价，出现长下影线之后出现反弹？而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市场跌破中轴线而后出现长下影线，这里一旦出现仿包，一旦出现止跌，那么是不是也会出现相对不错的反弹？这是我们本次反弹以及在这里空单去获利兑现的一个依据。接下来看到最新的这一句叫突破大阳顶才会有行情，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指的突破叫做有效突破才能够继续产生上涨行情。除了本次还没有出现之外，前面3次稀有长阳其实只有1次出现有效突破，第3次呢就不用说了，它高点都没有碰过去。那么第1次出现略微收盘突破，但是都不能维持多少天，而后很快又以阴线大跌下来，所以这里也不算有效的突破。我们对于有效突破的一个判定，正常来讲会看2天，收盘突破第1天，收盘突破第2天。如果第2天就出现了滞涨，那么一般不是有效突破。而假如你看到第2次出现的位置，突破第1天，突破第2天，价格虽然有回落，但没有跌破第2根 K 线的最低价格，也没有收盘去跌破前面大阴线的高点，没有再次跌落，所以股价再次启动的时候，是不是市场还能够真正出现上涨行情？所以当前也是一样的，市场股价出现上冲，那么上冲时只有突破大阳线的高点，而且要有效突破才能够出现上涨，我们说的行情延续。那么在此之前，没有突破之前，每一次到达大阳顶附近时，你都知道这都是反弹，而这都是震荡行情中的震荡上轨。那么震荡上轨反弹达到则是风险，那么多方的利润将是大幅的减少。在昨天我们的盘前解析当中，其实有明确到这一点。当时阿哲有讲到，你可以去关注这一个上方的缺口，缺口当前是已经被回补了，但回补有一个要求，就是多空强弱的判定。只有今天的收盘价在缺口上沿，这是盘前的解析，在这上沿这个价位收盘站上，才能继续的认为多头强势能够继续看涨。如果回补缺口出现的是长上影线冲高回落，亦或者高开低走不回补缺口，那么是不是昨天产生的就是缺口回补，但是冲高回落？所以就说明多头反弹开始走弱，那么多头短线则记得跑，至少你要开始减仓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纳指30分钟图表。30分钟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这一波反弹大阳线出现之后，看2个价位作为2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不是这个缺口为第一目标，那它在第1天反弹时就回补了。第二个目标是有效突破170天均线的第2根 K 线。而你会发现，当天在突破170天均线之后，是不是突破了第1根、第2根就滞涨了？只是呢，后续才突破，但当天盘中是不是第2个目标达到了，出现了回落？那么第3个目标是哪里呢？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会知道怎么测算第3个空间目标，就是股价的前方突破170之前的这个低点，再往上去投射1倍的空间。在昨天盘中，阿哲这边是香港时间10点34分往上的时候，在我们的财神频道当中有讲到这一个170 MA 1倍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昨天是差一点碰到，就差一点点，
而后市场出现了压力位下的冲高回落长上影线，后续出现了盘中的跳水下跌。所以当前这个反弹开始已经完成了第一目标、第二目标、第三目标，第三目标刚好在前期震荡区间的上沿。所以按照反弹空间来讲，这一波反弹其实已经走到了终点。如果这里不出现明确的加速，再次把空间打开，那么这里基本没有多少上涨空间。哪怕今天盘中可能略微还能够反弹，但只要不去突破前方这个阳线的高点，我们认为空间都是有限的，都属于本次反弹的高位行情。所以当前这个观点你就很明确了，在指数的方向上，当前属于反弹当中的高位，不加速则见顶。那么短线不要去赌它会不会加速，短线这一波利润已经很可观，可以短线获利兑现，再关注后续的突破是否会产生。如果以上观点对您能够有所启发和帮助，那么老同学听到这里可千万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照常点上一个小红心。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宽裕，那么也希望在评论区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感谢您的照常点赞和评论支持，谢谢老同学们。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的视频，阿哲也希望在有所收获、有所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你会显示已订阅的字眼，这说明你已经是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观众。而后你再点击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场直播，只要是公开的，您会第一时间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在这里，阿哲再次感谢我们首次见面的新同学们您的订阅支持。接下来我们则来到指数分析的第3小节，叫空间技术点位的分析。这一个就是我们每天会进行的日内的点位预测。阿哲会告诉大家，纳斯达克指数今天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在分时中在哪里。目前我们看到图表当中左侧的图板，左侧图板就是刚才大家所看到的4月23号盘前的美股解析。阿哲在每天的美股盘前都会去发布对于当天美股盘前的一个观点，以及在日内的一些支撑和压力位。刚才在稀有长阳的讲解当中，我们已经讲过这个盘前观点了，所以这里就不再费太多口舌，我们直接看到下面的这个部分。当时的盘前解析是在香港时间5点左右去发布的。阿哲一般发布的这个个股的日内预测会是纳斯达克指数、特斯拉和英伟达这3个部分。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纳指的日内高低点预测，这个高点的压力和低点支撑是每天会改变的。那么昨天所发布的是当天盘中的一个压力和支撑，同时它也可以让我们去分辨到目前在日线图表上市场当中的短线多空之间的博弈。我们看到右侧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在日线图上你会看到有些 K 线底下有红绿灯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这一根阴线上它出现了一个红色的灯，这个红灯它的含义是阿哲当天所公布的日内低点支撑被收盘跌破了。那么如果在日内的低点支撑被收盘跌破，则会出现红灯，则说明空方在这里变得很强势，要小心。它如果持续强势，那么市场将会出现下跌的延续。而假如下跌当中出现了绿灯，那么这个绿灯代表当天所盘前公布的预测高点压力被收盘突破，那么说明多头在这里变得很强势，所以它容易延续出现上涨。这就是红绿灯在实际日线上给到我们的一个提醒，也是每天盘前这个高低点压力和支撑的一个使用方法。像这一波下跌，如果出现的是红灯，则说明它依旧是风险。而在红绿灯当中有一个比较简单使用的买卖点，第一个就是市场当中如果出现连续的颜色转换，它一般会产生最简单的交易信号。如果昨天是红灯，代表空方很强势，而今天转为绿灯，说明多方很强势，那么多空之间短线快速的反转，那么最后以绿灯收场，则说明昨天的空方下跌为砸盘的概率会比较大。所以正常在下跌途中，如果出现红灯之后立马转绿灯，则直接可以作为看涨信号。当这一个绿灯最好是一个阳线，实体阳。在上期视频，我们周二的视频当中有讲到，很多个股都是出现了红灯，那么红灯之后只要有绿灯就能看涨。所以许多个股跟指数是一样的，在红灯之后转为绿灯，所以最近这一波快速的加速，短线的反弹，你再怎么样也能够在这一天收盘时去买进，去吃到一波冲高的利润。
而现在市场圈冲高，在短线的多空博弈当中，我们会看到昨天依旧是一个绿灯，说明昨天虽然是冲高回落决策假阴，但多头还是很强势的。那么何时出现一个红灯，就是要注意的了。我们刚才说红灯之后转绿灯为短线的买点，那么另外一个更加明确的就是在熊市的市场当中，如果出现绿灯之后第二天立马转为红灯，则为日线上直接的看空点，也是熊市当中做空的一个非常准确的信号。那么今天的日内预测高低点，阿哲呢提前公布给各位。今天周四美股预测的高点压力是17062.55，预测的低点支撑是16675.36。如果今天的收盘价收在了16675.36之下，则是一个红灯。那么绿灯后立马转为红灯，则是一个很明确、很强势的做空点。当然，这一天最好不要有长下影线，亦或者低开高走的阳线，尽可能是一根实体阴线下穿即可。反之，如果今天收盘是在17062.55之上，而且是实体阳线，那么我们认为哪怕它没有去收盘突破前面的高点，我们也可以认为它这里更大的概率会选择去突破，因为连续3个绿灯连续的强势，那么突破则势在必得。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做一个关注的考虑的对象。而假设今天的收盘如果在这之中呢，那么就说明它还在选择，还在停顿，说明上涨滞涨，但是方向还没有明确，我们就可以等待下一个红绿灯的产生即可。所以每天的红绿灯都会有所变动，而只要您是订阅观众，特别是今天刚订阅阿哲频道的观众，您都可以每天盘前在限时的时段之内，可以免费的收到阿哲的一个盘前解析信息。现在阿哲告诉大家，如果您今天是订阅了阿哲，那么如何能够在这一段时间内收到阿哲的盘前解析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看一下视频底下的评论区，而在评论区当中，您找到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的，在置顶评论中有阿哲的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您点击链接之后就可以找到他。您找到助教之后，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盘前解析的口令或者说口号，很简单，发盘前2个字给助教，他收到这2个文字之后，就会知道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并且您需要每天美股开盘前的盘前解析短信，那么他就会告诉你如何能够去领取了。希望这一个盘前解析的短信能够在最近的交易当中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帮助，把握一些机会和规避一些风险。这也是为了感谢大家在首次观看阿哲视频之后就能点击订阅，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那么对于盘前短信，阿哲需要提醒一下，为什么要去准备这个盘前每天去更新，为大家去提供这个服务呢？其实核心的目的是为了大家能够把技术分析更好更快的学会，并且用于实战当中。阿哲每天的盘前短信里面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阿哲所教过大家的知识点，而您通过每天盘前去观看阿哲这个知识点的书写和使用，您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方法、什么技巧，以及通过这个跟踪，您会知道某些技术分析它的具体效果究竟是如何的。那么以此每天都去观看盘前，您就会慢慢的对于阿哲的技术分析更加熟悉熟练，以及能够直至后续实战当中能够去掌握。但这里不得不承认的是，只通过盘前的几句话就能够让你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对于真正想要学习技术分析、想要学好阿哲方法的一个同学，阿哲更加建议您把另外的一些福利也同时进行领取。刚才阿哲有讲到，有一重福利是盘前解析点位预测每天盘前的文字，同时在您找到助教老师之后，您也可以去参与我们更加进阶的技术分析课程，为内部直播，不会在公开频道中去给大家去分享，这是只有订阅观众才能够参与的内部直播课程。通过这些直播课程，您可以更好的学会更加进阶的方法和实战的内容。同时，对于按学习认真能够学习技术分析的同学，阿哲还提供粉丝群组学习小组，对于您学习时产生的疑问，您都可以在群中去进行一个询问，这是一个知识答疑解惑的过程。当这一个粉丝群组学习小组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去进入，哪怕您是点击订阅之后的观众朋友，您也是需要经过一定的学习才有资格能够进入到粉丝群组。您至少得要观看1节我们的内部直播，而后完成1次课中老师所布置的作业，您交给助教老师，并且评分合格之后，他才会邀请大家进入到粉丝学习小组当中。现在阿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本周所安排的内部直播课程。
当然了，如果您是今天才观看阿哲视频的，您可能看到的时候已经第3节课程结束了。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前面的课程我们都保留有回放，您只要找到助教老师，给助教发送一个报名的口令，那么报名之后，您就可以跟助教老师领取前期我们的课程回放。虽然行情走过了，但是知识点是不变的，未来依旧能够去使用。您可以去回顾一下22号、23号、24号这3天的行情当中，我们每一个老师是如何在盘前去进行解析的，思路是什么。所以阿哲相信，哪怕是观看回放，对您应该也能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本周的一个课题是龙头解析班，对于市场当中的龙头如何能够去及时的发现，以及能够去骑龙骑上龙头，这是本周我们的一个主题研究的方向，希望对您也能够有些许的帮助。您在找到助教老师之后，可以进行相对应的领取。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部分。刚才第1部分我们讲了指数的方向分析，通过3个维度，那么你会知道当前市场当中再去做多风险会较大，只有出现强势突破之后才会打开上涨空间。那么在这个决策之下，我们再看到一些个股的分析，您将会更加有明确的解析和方向。现在看到第1只标的是特斯拉的空间图表，我们目前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有特斯拉支撑和压力位的点位，这也是我们已经用过很长一段时间，并且而阿哲目前认为它依旧有效。首先是最关键的一个特斯拉支撑位，是前期这一根阳线的最低价格229.201以及233.04这个共建区间作为一个强支撑，那么形成了市场当中目前震荡行情的下沿。前期呢有相对的跌过2次，而且每次都是略微跌破1天，第2天就收回，而且产生行情，所以这个支撑区是有效的。前面大阳线这里能够体现，最近的这波反弹也能够体现。所以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有讲到很明确的一点，排除掉特斯拉有财报的影响之外，我们通过目前的这个价位，在229.201出现并不是有效跌破的阴线时，它属于短线的低位做多的选择。那么在经过2天的强势市场反弹之后，你会发现特斯拉目前到达了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是257.34，昨天开盘高开高走，盘中是刺破了257.34，但最后收盘却是回落的。那么这种假阴线决策假阴出现在压力位附近，我们是不是要相对有所小心？所以这里如果是前期已经是买进特斯拉博弈到一波反弹的，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要有所减仓或是获利兑现？在空间上，除非今天出现再次的反包阳线，把257.34给突破账上，我们才能够延续看涨，否则在这之下都是以风险对待。以上是关于特斯拉空间上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动能如何去看待它的短线方面。当前我们所看的图表是特斯拉的日线图，上方是动能 K 线红绿灯，下方是 BBD 的资金指标。我们最近除了通过空间支撑之外，又如何去把握到这个低点的信号呢？我们是不是在上期视频有讲过一个低点的变盘，就是当这个 BBD 资金往下去穿过零轴这个图中的黄色轴时，就有可能是回调时的低点。像前期这波下跌，是不是也在这里出现下穿，而后产生低点？这2次的低点变盘提醒，阿哲都是在出现的当天发布视频所提醒的，公开视频当中都能够找到当时的分析。所以2次下穿都是低点变盘，这意味着目前的空头不是很强势。我们说过 BBD 资金什么时候会出现下穿是低点，上穿是高点，是在市场震荡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所以2个方向都会比较准确。像当时这里下穿是低点，而后上穿时呢，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个高点？而股价下穿时，它这里又产生了一个低点。那么目前股价连续2天反弹，是不是到了这一天又出现了由水下上穿到水上？所以当前这一个位置，我们认为是反弹高点的可能出现了，有机会是高点变盘。如果它是高点变盘，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左侧之前这里的高点变盘出现之后，市场是难以去突破的。那么这就是一个高点变盘的特别的含义，它的高点会有压力，所以价格特斯拉接下来如果反弹，它只要不过这根阴线的高点，那么都属于反弹，都属于诱多，要小心交易。在这里不要再次追涨，除非能够很强势的直接收盘站在这根阴线的高点之上，
它才不属于高点变盘。这说明这个压力位被快速突破，那么不是高点变盘，就说明多头很强，比前期要强，那么就继续看涨。而在高点变盘的压力出现之后，我们就要关注另外一点，就是红绿灯。现在是绿灯，如果在后续在压力位不突破的情况下出现了红灯，那么就要小心它后续的下跌，类似于前期高点变盘而后红灯产生，是不是还有再次的下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预测高低点，市场它的高点压力今天是262.605，低点的支撑是247.585。这两个价格，阿哲也是每天在美股开盘之前会在盘前解析当中去更新，一个是特斯拉、纳斯达克，还有英伟达。所以关于这一点，你也可以去关注。如果今天没有突破，没有跌破，那我们就看后续哪个交易日在不突破它高点之前出现了红灯，那也可以作为一种相对的做空的信号。当然了，如果您比较激进，您也可以看一下最近会不会出现反弹而后受阻回落，那其实也可以作为提前空单进场的信号。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3个纬度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空间点位的目标。前期这一波出现下跌，虽然没有很精确的踩到 93.65， 但因为指数的反弹的原因，所以个股是不是也被带着往上冲了一段距离？但向上冲时，它是不是也来到了前期跌破的压力位？这是一个有效跌破的，因为它出现了2个缺口，把这个压力位给破掉。这个压力位是103，那么103在这里出现冲高回落的决策假阴线，和特斯拉是一样的，压力位出现滞涨信号，那么要小心风险的荡升。所以关注今天103是否能够收盘站上，如果依旧在这之下，那么越是在这里往下，风险则越大。因为压力位不能快速突破，那么停顿久了，它也终归会往下去落的。这是在压力位附近看到103作为一个短线的风险位提醒。如果不破103，那么短线反弹，它这里则属于高位了。接下来看到英伟达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现在所看到是英伟达的动能 K 线和 BBD 资金。前期它也是因为这一轮下跌下穿，是不是产生了变盘的低点？而低点产生，股价没有去跌破，而是向上运行，所以这个低点是有效的，它的支撑是有效的。当前出现2个绿灯，下方没有像特斯拉一样出现上穿，所以高点变盘还不明确。但是高点变盘不明确，不代表它就不会形成高点，因为特斯拉上穿只能说明特斯拉反弹要比英伟达强了。这一波反弹流进的资金，它在最后的结局就是特斯拉流进更多，而英伟达较少，所以才会出现一个上穿，一个没有上穿。那既然它没有上穿，那么是不是说明它会比较弱？那比较弱的话，那如果指数也出现回落，那么个股作为弱势股也将会出现更容易的下跌。所以英伟达走到这里，不要因为它没上穿就掉以轻心，因为它还是出现了连续的流出之后的流进。我们曾经说过，连续流出后的首根流进也可以作为关键的信号。像前期这里出现连续流出而后产生流进，是不是没有破高点破低点，它也是高点变盘？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是这根 K 线，高点也没被有效突破，所以股价还是继续的回落，是不是也是反弹高点？那么这里呢，又是连续流出而后流进，能被突破，那么是股价还向上运行了一段时间，所以当前也是连续流出后的流进 K 线。那么这根 K 线如果低点被跌破，而且越快跌破越好，是不是意味着又要往下去看了？以上就是英伟达3个纬度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SQQQ， 在对于 SQQQ 的分析当中，我们除了看空间，也注意看一下目前市场所产生的缺口。这种对称产生的一个上缺口一个下缺口，我们叫它为岛型反转缺口。但岛型反转缺口它一定会不会反转，但岛型反转缺口会不会反转，其实还有一个确认的条件。因为岛型缺口的产生，它一定意味着左侧有一个强势的上涨或下跌，和右侧同价位出现强势的上涨或下跌。那比如方向的反转最后是以向下为主，那么正常应该往下去看，但这里一般会有一个再次的确认条件，除非空方真的很强势，在产生反转缺口之后，后面还依旧的出现大跌，那么这就是一个明确的确认。另外一种确认就是股价它没有继续强烈的下跌，而是出现反弹，
而反弹过程当中不能够把前面的下缺口给补掉，那么这种情况下也能够作为确认后续会出现反转下跌。所以一般来讲，在倒型缺口刚产生时，我们认为是不好的，但不是完全的就一定会下跌，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了。往往会有2种确认方式，要么是继续大跌，要么是反弹不补缺口而后下跌。而如果这2种情况没有产生，而是出现强势的反攻把缺口回补了，这就说明前面的倒型反转是假的，很有可能是资金的手法，是砸盘的现象，一般反而是该跌不跌，反要看涨。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目前的市场很多出现反转的现象，所以就认为它一定会反转，还需要再次的确认。所以 SQQ 也是一样的，最近我们在上期视频是不是讲过，这里出现了长上影线，在压力 41.20 处没有有效突破，一旦下跌就要小心。这一天下跌，如果你还没有跑，那么这一天的大跌你就要被套住了，将会承受比较大的风险。而后170天均线再次的显示出支撑，前面这里跌破1天跌破2天就不跌了，这里呢跌破1天也不跌了，这里都不收盘跌破直接反弹，是不是170的均线的支撑一次一次的告诉你这里是一个牛市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因为170它就是有很强的支撑。而现在在170均线上又出现了股价的探底回升，出现了长下影线，并且是假阳线，所以再结合170的支撑，在技术面上 SQQ 是不是已经达成了有机会反弹的一个迹象？那假如今天反弹，那么现在你要关注就是股价是否能够强势有效把前面缺口补掉。如果今天就能够补掉，或者说1-2天就补掉，那么是说明了这个缺口它并不代表倒型反转有效，那么该转不转，该跌不跌，股价后续将看涨。而如果 SQQ 达成看涨的信号，那么是不是说纳指也就反弹结束，将要继续的下跌，步入再次的熊市？这是有关 SQQ 日线图表上的某些观点，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层面，现在我们看到是 SQQ 的动能 K 线和 BBD 资金指标。看到前期这个位置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绿灯而后转红灯？我们说绿灯后转为红灯是不是一个做空点？市场往往还会有下跌，短线上将说明空方大概率还有延续。所以在某些反弹时出现了绿灯后的立马转红，以及下跌时红灯后的立马转绿，都是要特别关注的现象。所以今天的一个预测高低点你要看好了，今天的预测高点是 35.942，预测低点是 33.247， 股价突破 35.942， 那么今天则是一个绿灯。那么今天哪怕没有回补缺口，其实也作为相对不错的日线交易看涨点，只是仓位上呢，可以不要一次性买太多。如果不只是绿灯，而且还回补了，那么说明这将是一个很强烈的看涨信号。再看到底下的 BBD 资金是目前出现了连续流进流出 K 线是这一天，那么流出 K 线它目前被跌破，当跌破时为阳线，就需要再次的确认一下。那么股价的走势还没有出现上穿，这里如果能够反弹出现上穿，是不是还有一次变盘高点的验证？所以这也是阿哲所说的，哪怕这里出现了反转信号，但是只要不是很强，那么我们就需要还去进一步的考察。所以这里一旦出现了反向的 K 线上涨，那么仓位先不要放太重，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上穿 K 线的高点变盘要去进行一个考验。就跟前期一样，在这个低位出现反弹刚开始时，你可以去进行一个买进，但仓位不要一下打太满，因为在反弹时还有一个考量的标准，就是上穿 K 线，上穿 K 线这里容易出现滞涨，那么滞涨之后，只有再把它突破，我们才再去加仓，是不是价格才能够继续的看涨？不然的话呢，一波反弹到上穿 K 线时，基本就大差不差了，就容易是一个弱势反弹的高点。所以这也是在交易时要去注意的仓位的分配，在目前要等待一个明确的交易点，而后在后续再去进行一个加仓。以上内容就是第二部分关于特斯拉、英伟达、SQQ、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解析。那么接下来第3部分，阿哲就不会讲的那么详细，空间上我们就不去进行详解，主要是用资金和动能的角度去观察以下个股在短线上的一个交易策略。我们先看到第一只个股是阿斯麦，现在我们看到阿斯麦的日线图表，
在阿斯麦的图表当中，是不是前期这个位置也是一个下穿 K 线？下穿 K 线有低点支撑，然后第二天出现了红灯后的绿灯为看涨信号。不过这里呢不太强势，因为它是一个10日线而不是阳线，所以阿斯麦的走势整体不算特别的强势。而指数目前把缺口回补了，它却没有回补，在这一点上它也相对的偏弱一点。所以通过这一个方面，也可以去作为衡量个股在近期反弹当中强弱的一个依据。如果你手中的个股反弹时连前面的缺口都补不了，那么就说明这是个股反弹的力度相对偏弱。而如果能够指数一样同步的回补，则说明还算是能够高看一线，至少属于同市股。所以阿斯麦从价格的表现上结构是比较弱的，而从底下资金看也还算是比较不错，因为资金呢它还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下穿，只是略微下穿就站上了，整体资金还 OK， 只是价格表现偏弱。我们需要小心，在今天会不会出现红灯 K 线？如果出现的话，那么就容易出现反向了。今天的预测高点阿斯麦是 668.085， 而低点支撑呢是 656.388。价格的走势，如果今天阿斯麦收盘跌破底下的支撑日内 656.388， 那么市场将会出现一个红灯，那么这里绿灯后的红灯则应该要向下看了。这是今天要注意的点位，不要收盘跌破。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VGO 博通，博通的股价走势是不是把前面的缺口回补了？至少它说明是一个同市股，而且博通强的是资金上它是没有下穿的，它是连续的流出之后，而后略微产生流进 K 线。流进 K 线是不是作为观察的对象？我们看一下这一根 K 线，它的低点和高点，如果被跌破，则在资金上说明这里变盘将会有一个往下去下跌的过程。那么要关注下跌时缺口能不能被快速回补，如果会被快速回补，说明它慢慢的也为强势转为同势。在博通的左侧，它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关头的阴线？关头阴线之前说过要有效的产生突破才会比较好一点点，现在在突破时是一根阴线，所以肯定不是有效。假如博通这里能够收阳，再次突破关头阴线，说明还能够继续看涨。而这里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会不会产生一个红灯呢？今天的博通预测低点是 176.365， 高点的压力是 180.995，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苹果，苹果整体的走势也和博通一样相对强势，甚至呢会更强一点，因为它的资金流出只有3根，而后流进呢是2根，提前于博通了。那么关键的 K 线它是在前天出现，而后被阴线突破，所以这个位置也同样不属于关键 K 线的有效突破。如果今天的苹果能够是这样的一根阳线在关键 K 线顶上出现，而且仿包绝世假阴的高点，那么我们认为苹果还会再次的看涨，至少它会比市场大部分个股是强势的，属于强势股。那么强势股就可能比指数晚见到高点。同样的，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它的预测高低点，今天是否会出现红灯？今天的高点压力是 208.901， 低点支撑是 203.70。 下面我们看到 Meta 的股价走势相对肯定不算太强，因为它把前面的单底部给跌破了。它和特斯拉一样，在出现下穿之后，现在是不是又出现了上穿？前面的下穿 K 线出现略微跌破一天，又站上了，所以也不是很有效的跌破，站上出现反弹，这里也上穿了。那么下穿 K 线容易是低点，那么上穿 K 线容易是变盘高点。那么这里会不会是变盘高点？是不是看它的压力究竟强不强？如果不是高点变盘，那么今天应该能够去突破；如果是高点变盘，那么这一个阴线高点就不太容易被收盘突破。通过这一点能够去确认，如果这里不是高点变盘，就依旧还能够向上去看。我们再看一下红绿灯的一个参照点，今天的高点压力是 537.213， 低点的支撑呢是 518.395， 关注这两个价格。当市场出现绿灯后的红灯，那么是不是就说明它风险产生，而且高点变盘也就确认了。下一只标的是 MSTR。MSTR 和 PLTR 等个股，我们是说过很多次的，它是很强势的，因为前面的这一波上涨，指数哪怕出现回调，它也保持震荡，保持上行，所以最近就出现了兑现，资金确实更为青睐 MSTR 这只标的。
我们当前看到的，它也是一个决策的假阴线。其实前期呢也曾经出现过，像这里是不是也是决策假阴？这里也是决策假阴。决策假阴产生之后，它的特点是它的实体下沿都没有被跌破过，所以当前是第3次的决策假阴。所以你看一下，把决策假阴它的昨天阴线收盘价格作为一个支撑。如果今天收盘跌破，那么是不是这一波上涨到这里出现决策假阴的跌破，则应该往下去看啦。这是一个比较简单从 K 线上的一个评判的条件。我们再从资金层面，在底下资金上看，其实没有太多的异动。前面的上穿 K 线出现了，而后高点是被突破的，所以延续看涨。而之后呢，就没有再出现过反向的流出了，所以当前还是流进的，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变盘的 K 线。所以这里呢，资金我们没有太多的参考依据，但我们可以看到红绿灯，昨天很多个股是绿灯，但它其实已经没有绿灯了，所以相对来讲应该是有所走弱。看到今天会不会变成红灯呢？今天低点的支撑是 342.365， 高点的压力是在 359.195， 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收盘跌破 342.365， 那么就是红灯，结合决策假阴的破位，就要小心转向高点的出现了 MSTR。 现在我们看到 PLTR 最近出现连续的2根绿灯，它是不是也是我们所讲到的跟 MSTR 相对强势的，只比 MSTR 弱一点点？那么它这里是出现了连续的流出，而后最新这根 K 线是流进 K 线。昨天指数是一根假阴线，而它不是，说明它比指数要强了，强很多。收盘也突破了左侧的高点，所以 PLTR 依旧作为强势股来看。那么强势股有个特点，就是如果指数下跌，你想做空，最好不要把之前的强势股作为选择，因为强势股它要么就不跌，要么跌也跌的不多。那么最好找的是本次反弹的弱势股，在指数见高点时去看空。那么这一天也作为关键的资金上的变盘 K 线，低点为支撑，高点为压力，出现收盘跌破，同时跌破前期的高点，说明突破是无效的。那么这里一样也将出现调整。再通过红绿灯来判定一下，最近呢连续的2个绿灯，那么会不会再出现红灯？看到今天的支撑位，日内支撑是 99.325， 预测的高点压力是 105.255， 关注这2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谷歌，谷歌昨天也是决策假阴线，而后价格出现跳空，但左边呢它是没有缺口的，至少是略微砍跌的，只是没有像 MSTR、PLTR 那么强势而已。这一次的下跌它也没有出现资金下穿，所以当前资金上没有太多的考虑，你只知道这一天是变盘点，而后它的低点应该有支撑，高点目前不能确定有效突破，但它已经收盘站上。今天只要再有强势阳线出现，是不是说明它也是很强的？这波反弹也容易出现延续。像这种强势股的判定，一旦指数并没有出现明显下跌，只是高位出现震荡，那么这种个股其实还有上涨的机会。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预测的高低点，它的红绿灯是否会产生呢？高点的压力是 160.705， 低点的支撑是 157.035， 关注这2个价位。我们再看到 SMCI 超微电脑最近的反弹相对出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长长上影线，不只是假阴，而且有很长的上影线，有点像诱多的感觉。下方出现了下穿，是不是跟特斯拉也差不多？这一天下穿，这一天上穿。那么这一天如果是低点变盘，这一天是不是容易出现高点变盘？所以 SMCI 出现的这种 K 线和资金表现就已经是提前要小心了。左侧出现这种 K 线，已经是要开始获利兑现，要有所减仓，没有必要非得等到一个红灯产生才去卖，红灯只是一个再次的确认。我们看到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32.763， 高点的压力是 35.128， 如果今天还能够出现一根仿包阳就很强，就可以看它会去创新高。只要指数不大跌，指数哪怕是震荡也是有机会，但是必须得是强阳才行，概率呢是偏低一点的，而这个概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暂时不作为主要的一个分析方向。接下来我们看到亚马逊整体的价格走势是不是也是遇到了上穿？前期的下穿 K 线是这根 K 线，它和 Meta 有点相似，出现了一根跌破之后立马第2天站回来，那么随后产生反弹，这一天又出现了上穿 K 线，上穿 K 线也带有长上影线，它也同时是决策假阴线，所以看法呢和 SMCI 是一样的，
除非反包，不然的话，昨天已经开始要获利兑现了。我们再看到今天日内所参照的高低点撑压位，低点它的支撑是 180.395， 高点的压力是 187.585， 关注这两个价位。最后我们再看到台积电，台积电整体的走势也相对的强势，因为它一直都没有跌破大阳一半的位置，然后股价呢也没有出现下穿，资金整体也没有连续流出。从台积电的价格表现以及资金表现上都是比较强势的。目前呢也面临到左侧大阳线的高点压力，这里突破的概率我们通过指数环境来判断是不太大的。所以这波反弹走到这里，整体也算是震荡区间的上沿，只是它的震荡区呢比指数好一些，它是大阳线的高点为上沿，大阳线的中轴为下沿，所以整体是一个窄幅的震荡。从资金的表现来看，没有太多的关注对象，唯一的关键 K 线是这一根，因为它是流进后的首根流出，这一天没有被跌破，也没有被有效的突破，当前突破 K 线都是阴线，所以这里再次的回落时，它是不是高点再次确认了？我们再看到今天的红绿灯，高点的压力是 161.285， 低点的支撑是 156.905， 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4月2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冲高回落，出现角色假应，在强势反弹之后，多头小心站岗。此处美股不加速就见顶，关注 SQQ 的交易机会，一旦产生，不要错过再次的做空点。感谢您今天的收看，如果对您有所帮助，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阿哲讲技术频道。感谢您的支持，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